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全球屏息等待中美关税接触，或者是美国所谓的谈判，现在目前有没有一个新的成果呀？美国讲起来好像是说哇成果很多呀，那但是呢，北京方面好像比较谨慎以对到底有没有一些实质的进展呢？何立峰仍然是说想打奉陪到底日内瓦现在举行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第2天，白宫宣称中美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他讲的也是已经好像一切都已经稳当啦、稳妥了。可是中国大陆的官媒就是新华社说，双方达成共识，重要的共识，然后是取得了一些实质的进展。那准确说法呢？何立峰讲，贸易战是没有赢家，中方是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倘若美方执意侵害中方的权益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奉陪到底。所以看起来中方的态度仍旧是摆在那边，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接触然后中方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大进展跟美方的态度有明显的这个冷热的温差那白宫在讲说，现在正在谈24项协议，陆续会在本周来宣布。那很多都是以英美贸易协议作为蓝图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些协议可能要端上桌，让大家看看，大家来参考一下这个模板会是如何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川普有提到中美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川普就是比较浮夸一点然后就被美国媒体给吐槽这个美联社讲说没有哪有迹象显示有重大进展？没有迹象显示有进展，所以这个美联社这个吐槽吐很凶他说双方第1天谈判10多个小时就没有显示出来有什么进展那白宫的顾问这个经贸顾问米伦讲说，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必要跟中国大陆达成协议啦，还要酸溜溜的讲话所以纽时就现在做了一个像小结论一样，中美会谈最糟的情况就是贸易中断，所以现在看起来还很焦灼不像是川普讲的那般乐观。那另外呢，中国大陆也展现对美国就是我们有一些筹码，这是硬实力中方呢，这个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提到啦，就说跟贝森特也好，跟贸易代表也好都有这个在会谈的氛围当中是坦诚深入而且有建设性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细节还是有待发布之后，就是把谈成的这个联合声明发布出来，可能才是最后真正的一个做准的一个方式那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你讲，声明中也包含了对全世界有益的好消息。那新华社发表了一个这个署名文章，他说美国需要珍惜中方没有关上谈判大门的善意并且呢，强调中国的善意跟耐心其实是有限度的，绝不适用那些持续毫无底线的压迫、讹诈跟出尔反尔。而且中国大陆呢，他们其实在这个限制稀土就是出口管制之后，现在稀土的市场价格是翻了3倍。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很担心就说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填补这个稀土缺口，毕竟现在有90%的稀土都是要由中国来进行加工，那美国重建稀土至少还要等10年，这样的供应链10年能够这样子等那么久吗？那还另外，这个谈判开始之前，其实中国大陆也跟阿根廷巴西多国签署了一些贸易契约，用来作为这个替代这个美国的大豆、玉米植物油这边的一些商品的进口所以中方握有非常多的谈判筹码。那还有鲁拉现在要去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咯。那8国的官员就在鲁拉出访前夕表示巴西跟大陆呢，现在要就建设穿越巴西境内连接到秘鲁前海港的铁路进行磋商。那大陆对于帮助巴西建设铁路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意味着这个基建工程也列入到双方会谈的议程当中。那巴方这次访华的这个代表团规模是更扩大了，除了有部长参议员、众议员之外，其实随行就是跟着鲁拉一起去的，大概有200名的商业人士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商机嘛。我们刚刚提到美国的一些农产品的缺口
甚至农产品以外的产品哦，现在这个巴西是看准了这样子的一个缺口，希望赶快来进行一些商业的会谈啊，或者是看看能不能取得到一些大的订单。那这个中国大陆哦也解除了5间大豆商的进口限制，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针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我谈归谈，但是我筹码握在手里，随时呢，你要是踩到我先讲的原则的话，中国大陆这个大门、谈判大门、接触大门，随时还能够关上的。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刚刚那个联合声明出来了啊，那基本上是美国对港澳，因为本来是34%嘛，那90天内24%暂缓，那就只剩下10%这样啊。那其他就是建立对话机制了，可是他并没有预告下次开会的时间，那地点可以在中国，可以在第三地，也可以在美国，就只有这样，这么短的声明嘛？对，那你说这个意味着什么？我相信他们谈那么久，一定是我也看到美国一些报道啦，比如说美国就说希望不要管制稀土了，表示稀土真的打到美国了，痛处。美国有提出来啊，那具体我不知道中国是提什么，比如说中国大陆会不会提说，那你半导体也给我取消，这样才是科技战对科技战嘛，因为没有结果的议题，那基本上就没有写出来啊，那我相信应该都有一些交锋，对吧？可是交锋不是说我谈这个，你谈这个，那就是要做交易，不是这样。就是他可能会讲到，你们稀土要停止，要恢复出口了啊。那中方当然就会讲到科技战嘛，所以比较接近各说各话啊。可是重要的议题点到了，那这个在谈判上还是有意义啦。它的意义就是没有进一步恶化，那表示不会失控啊。所以股票还是涨。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涨1点多？涨1点多的意思就是激乐可是也是个好消息，就是不会恶化，不会失控啊。那至于你们两个要纠缠多久，大家也不确定啊。因为如果我们在讲谈判，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你应该要把下一次开会的时间说出来。没错。那这样大家就会有时间压力嘛。所以就会有下一个，大家就会预期，比如说1个月内，那可能会有更多成果可是没有时间，那这个没有下一次的时间，那就意味着可能那个桥的难度蛮高的啦。那美国，川普都是吹牛居多啦，因为美英的协议，他也第一时间就说哇不得了啊。要开记者会，世界级的冲击极大的协议要公布，浮夸那个贝森特跟何立峰还在谈呢，川普就已经写了贴文说有重大进展就这样，所以听听就好了。我跟你讲，美英的协议要运用到亚洲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英国对美国的顺差只有22亿英镑，那他们互相通过了对等关税10%也没有减少啊，他们通过的都是互相让嘛，比如说钢铝的关税我就给你减到0那汽车27.5降到10，可是1年只能10万辆，10万辆很少日本到美国1年是120万辆那比如说牛肉，英国就说好了，美国牛肉关税降到0可是1年只能够卖13000吨，这个也非常少，因为韩国1年从美国进口的牛肉是234000吨，所以你真的了解细节，你就会发现美英事实上收获事实上也很少了那有几个大议题没有结论第一个就是。他希望你那个数位服务税能够取消嘛？英国拒绝，他跟欧盟是一样的他拒绝那另外，美国希望你那个英国的健保那个 NHS 能够调高药品的价格，英国也拒绝
所以我跟你讲，不要太乐观了啊。有买股票的最好小心一点。还是观望一下。好，问一下谢老师。我觉得这次大陆同意跟美国进行接触哈，他讲的也很清楚嘛，就是说这个世界各国期盼嘛，还有中国大陆的需求。第三个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些相关厂商啊，还有相关这些公司的这些应他们所请啊。对，不过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后来的这个我们叫这个 press guideline 啊，就是说怎么样对外发布这个说明啊。我觉得双方口径还蛮一致的，对，倒是中国大陆讲的比较多一点，美国到现在不太敢讲，这显示出美国的谈判人获得的授权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这些谈判人都很怕回去被川普骂，所以到处就是说那个你看那个贝森特记者会，他都丢给他的那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去讲。那而且他一直说，哎，我们总统都怎么样，在随时对这个状况都很了解，然后讲了很少的话。我觉得这是现在川普政府的一个政策，喜怒是好是成是拜川普一个人，他来决定，重大决定都是川普。所以你光看他这个谈判代表因为我们在谈判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所有的谈判代表他都不是被对方射过来的箭这个射死的。都是从背后射来的箭射内部的人，都是内部的人要整他，然后呢，最后他能不能继续做那谈判代表，完全跟他老板高不高兴，一句话他就下台了。那反过头来，你看中国大陆整个谈判代表整个谈笑自若，然后举行记者会，那他的财政部长，还有就是说首席谈判代表就是说贸易谈判代表，还有这个何立峰3个人坐在那。有人说何立峰他讲完以后，答问就叫这个李成钢答，轻松又诙谐，然后都有备而来。不过我觉得双方基本上，我觉得在这次谈判之前的所谓的会前会双方的共识还蛮清楚的。对，比如说在日内瓦，在这个瑞士驻日内瓦的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团里面谈，然后呢出来以后，大家怎么样？都把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正面一点，然后呢，最重要的还居然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是不容易的，双方要怎么讲呢？要对这个外面有个交代，我想是双方经过各自研商的，对自己都彼此有利。不过现在谁需要一个好的结果，很容易看出来就是川普，因为川普在里面就在自吹自擂说这个成果很大如何如何。其实整个双方的说法就是说，双方都同意建立一个未来咨商的机制。那现在刚刚这个郭委员讲，连下一次见面时间都没有宣布不过就变成就是说，这给外界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再继续恶化下去了，而且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大陆放软了。那我认为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也就是说5月现在开始是美国的这个港口没有货。6月就是怎么样？就是商品缺货。那7月的话，因为缺货就开始通胀，所以时间是站在中国大陆这一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说摆出一个就是说不谈不是我的意，我没有不谈，我愿意跟美国谈。所以以后不要把不愿意跟对方接触这个罪名加在我头上。那美方的现在来讲的话，也就是说他吃的亏受到的这个负面冲击还不够大，那等6月的时候再看。那如果他还忍不住的话，那再谈一次。那很多条件可能美国就要接受。那如果到7月的话，美国状况更差，那就是说那再谈，那可能就变成美国到时候带着白旗去谈判了。好，来请教赖老师。这一次的谈判确实有重大的进展这个最大的进展就是说建立起一个彼此之间未来可能可以持续磋商的一个机制了。那一旦有这个磋商的机制，那当然就可以确定美国这边谁是牵头人了嘛，就是谁是主谈的。美国在关税里面放话的人很多，米伦就是其中之一嘛，然后另外一个纳瓦罗，还有一个贝森特，还有商务部长，还有就是最高贸易谈判代表，5个人都可以讲话。那到底谁说了算？
现在大概已经确认了，那很有可能就是贝森特说了算了。那也就是说，贝森特直接向川普来负责任。我觉得先把这个头先调出来，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突破就在这里。第二个呢，这个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中美的磋商机制，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拜登时候就有啊，叶伦啊，对，跟中美彼此之间就不停的一次在中国，一次在美国等等的。但是问题就是，当你美国那个出尔反尔然后今天讲好了，明天又撕毁了，那中国就把这个磋商机制关掉嘛。所以主动权是掌握在中国手中，就可谈可不谈。而且不要忘了，现在的情况是到底是145的关税降到10%，还是34的关税降到10%？那汽车、钢铝还有就是芬太尼的税，是不是都一起拿掉？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还要再看更详细的内容。也就是说，上面有写川普所签的行政命令要一个命令一个命令去查，那个命令指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大陆仍然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的报复行为，也就是美国如果降到10%，中国一样还是降到10%，来对等报复。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告诉全世界，就是说，中国就是够硬，不会像英国这样子就跪趴了。英国事实上在2024年，2024年，英国跟美国的贸易，英国是逆差114亿，美国是顺差114亿，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人赚英国人的钱，赚了114亿美元的钱。如果按照川普的语言逻辑跟想法来说的话，那是美国人偷了抢了英国人的钱。对，那既然美国人偷了抢了英国人的钱，按照川普的逻辑是，英国就应该要对美国课钢铝税、汽车税跟对等关税嘛。怎么会是美国对英国课税，然后要英国买美国的波音，再买美国的牛肉？这个简直是霸道嘛，就是流氓也不能耍到这个地步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英国的跪趴的声音太大声了，所以现在日本也不跟英国学了。本来川普很乐，以为说我可以用英国作为一个范例，你看石破茂的态度转硬了，欧盟的态度也转硬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中美的谈判其实给他们很深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对美国就是要强硬。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印巴战争哦，美国就说，哎呀，是我们调停的，可是印度说，哎，不关你们的事哦，这是我们自己谈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到底是停火了没有？大家还是打上问号，好像还是有一些零星的这种对峙的状况出现。那纽时分析为什么美国要介入？就是因为这个巴基斯坦核武的这个安全单位附近遭到空袭，所以美国很担心会爆发核战啦。因此呢，原本是冷处理不想干预的态度，就赶快进去来调停。那范斯就讲啦，这个 CNN 就说范斯有致电莫迪讲说哇，这个局势可能会急速上升所以才赶快进去调停可是呢，我们看印度的主持人，他们说这美国人其实污蔑印度只是为了要卖自己的飞机吧？就印度也开始吹起以美论了嘛？我们来听一下。Let's look at the Americans. They've got skin in this game too. American media says that Indian jets were shot down, including the Rafale. Now, why would the Americans push this then? What do they stand to gain by backing the Pakistani line? They want to show that American jets are better than the French-made Rafale. The Rafale remains the front runner, but the Americans want India to buy their jets, like the F-18 Super Hornet, the same one that keeps falling off their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Red Sea. 所以这印度现在开始对美国有点质疑了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个外长王毅已经分别跟印巴的高官都通话了，就强调中方是支持全面持久的停战那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也特别发表了全国谈话，说感谢中国的支持因为这一次其实巴基斯坦能够稳住这个局势大家都说这个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整套的这种空防系统立了大
攻哦，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很感谢中国大陆卖给他们这样子的武器，让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国家。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因为呢接收了大陆的旗舰版彩虹4B 无人机，所以现在看起来印巴边境的情势骤变哦。现在讲到了印巴，已经没有人觉得说，哎，好像巴基斯坦打不过印度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这一场空战哦，真的已经是让全球改观了。那巴基斯坦他们接受了这一批的这个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哦，这也算是一个旗舰版哦，顶级配置的旗舰版，还配置了合成孔径的雷达，同时还可以加挂电子战的吊舱，加强对于地面的探测还有电子战的能力哦。那西方的空战神话因此而破防啦，就想说哇，这个中国大陆的打法哦，其实实现了降维打击，因为中国式的现代空战哲学哦，就不是依赖单挑，而是体系内来压制体系外，从预警、感知、分布杀伤以及这个链条闭合啊，所以它是一个整套式的系统啊。那这个巴基斯坦也是首个海外买家，连续狂买了25架的歼10C哦。那它为什么巴基斯坦会这样选择呢？其实比较起来 F16V 跟歼10C哦，就是歼10C 还有这个霹雳15的这个弹道射程其实是更远的，续航力的话可能是 F16V 的这一个发动机的推力跟载油是比较大的。那但是价格上面的话，这个 CP 值哦，这个歼10C 这个价格又合理，然后呢只有 F16的一半，但是它又是整套系统的，所以现在真的是打破西方可能就说，哎，我是一枝独秀，我这一个机子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整套的运警系统，这样子卖给了巴基斯坦，让现在大家对于空战已经完全的是一种新的思维。那歼10C的弱项呢，可能就是好像它的实战经验比较少，但是这一次靠着巴基斯坦哦这样子的这个战果出来，看起来好像已经是把这一个差距给弥合起来。另外，中国大陆的红旗9P哦，他们这一次也是防空系统里的核心，搭配了中程的红旗16，还有近程的这个飞猛90飞弹哦，形成了远中近3层的防御网。因此，这个巴基斯坦啊，它就是集中购买中国大陆的一些装备哦，简化了它后勤维护的复杂度，因此提升了它的战备效率。那还有大陆网红啊，就针对这一次印巴的这场空战哦，在大陆上面有一首神曲啊，就是抖音上面的豪哥哥，他改变了印度的传统神曲哦，叫做《刚买的飞机》，然后不止在抖音里面爆红啊，甚至大家就是到了这个 X 啊或 TikTok 上面啊，全部这个内外网全都是红遍了这首歌。那当然是有带一点嘲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有人拿飞机都被打掉了，一家都没回家，就这一圈都被花。我飞机还没坐过就散架，雷达都是坏蛋，什么都看不清呀。对，所以我们就截取一点点啦，但是这一段音乐哦，其实在印度真的是让他们气炸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主播气得痛骂哦。那不过巴基斯坦呢，他们自己的一些等于说战备型的一些媒体哦，他们都还转发了这一段影片，足以见得现在巴基斯坦觉得这一段影片是很替他们解气，但是印度看了这段影片简直是气的，说要告到联合国去，所以已经上升为一个国际争议事件了。那其实看起来印度现在为什么要谈和呢？就是可能空战打不赢哦，所以他们现在要另辟水战。但是水战的话，其实目前他们的一个协议停火归停火，但是印度河的用水条约还没有随之回复哦。那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战争会不会从空战不行转移到水战呢？那这个我们就还有待要观察，甚至有可能海军也已经准备好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印度当然他是低估了巴基斯坦的战力啦，因为就总战力来讲，印巴在克什米尔发生冲突，向来印度都没有把巴基斯坦看在眼里啦。那调停都是后来有一些大国介入嘛，所以我认为啦，印度是想要有所表现在 Jellyfans 的面前，所以他本来是想说我大概可以打枭龙啊，或者是打 J10C 啊，把它打下来，
那因为中美不可能直接交战嘛，对，那我如果用 F-16把对方打下来，美国有面子啊。那用这样到美印的贸易谈判可以邀功啊，你知道吧？他本来的想法啦，算盘打错。那万没想到，其实坦白讲，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啦。因为你说法国的阵风4.5代的会被10C 打下来，这个大概难以想象啊。可是你碰到的是一个不同次元的作战方法啊，它是用数据链分享的方式啊，所以坦白说了，也不一定要歼10C 啦，枭龙也可以啊。枭龙只要到那个大概接近的地方，把导弹射出去就好了，后面的引导都是预警机在处理啊，对不对？或者是霹雳15本身在末端，它还有主动雷达的功能，所以坦白说，这个是一个协调、协作的作战，远距的作战。所以坦白说，那个印度那个法国阵风战机，最后自己是怎么死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很可能没有人打开火控雷达，所以他也不觉得他即将被攻击。对啊。那等你发现有飞弹对你射来，你的反应时间只剩下几秒钟啊！而且最后那个霹雳15还会加速，那已经是几马赫的速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把印度给吓到了。因为如果这样，那就等于是他没有空优啦。那没有空优，接下来怎么打？所以那海军也是假的啦，没有空优的海军能打。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啦，就是所以印度自己就求和，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哦。就印巴，所以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改写了印巴的对抗的历史啊。印度突然发现有一个空战的东西它掌握不住啊，那没有空优，那其他就都不确定了。所以他就求和，说只要巴基斯坦做出同样的动作，我就不再打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改写了历史了。那当然也引起了很多军事专家的注意，对，就说原来数据分享的协同作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前是在美国的 PPT 了啊，各种报告里面。在分析这个的可能性，还没有实际操作，这是第一个实战。就是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这一次啊，对于大陆来说哈，它真的是一个在未来的国际武器的市场的买卖中啊，中国大陆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了啊，因为过去在空军里面，一般的美国跟法国提供的都是一个作战平台。非常贵啊，那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一套系统很贵，法国的也是，但是它是切开的，就是战机归战机，维修飞行人员，可是预警机归预警机，地面的这个导弹的是归导弹，等等的。但是大陆的作战方式是以实战为主啊，所以实战为主是刚刚你讲的是体系型的，体系型的，也就是我卖给你战机的时候，我空中预警机也卖给你。所以空中预警机、战机还有地面的防空的，那地面的防空里面包括了雷达的系统在内了。这个雷达的系统，由于地面的红旗的雷达系统，它看的距离更远啊，然后在空中预警机从高空这边往前看战场，就看得更远了。所以它是从底下看，从空中看，那。因此，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搜索到对方的战机大概在哪里。一旦它搜索定位到了以后，它马上根据它的数据链，因为它是属于闭锁的，所以对方不会侦测得到。然后它在它的闭锁的数据链里面，就提供给这个战机的飞行员。战机的飞行员，因此，例如说，中国大陆卖给这个巴基斯坦的战机啊，它基本上的这个我们讲的霹雳15，它是属于比较短射程的。大概是145公里左右，而中国大陆所拥有的，它是200公里到300公里，所以卖出去的是比较短的，自己的比较长。但是歼10是属于高空的，然后枭龙是属于低空的，所以它的两款战机又是高低搭。那高低搭的情况下，当它
看到了对方的目标，锁定了以后，数据链传给这个歼十战机的时候，歼十战机定位住对方的战机，它的马赫多快呢？它是4马赫，4马赫，观众朋友，你知道它飞多快吗？1秒钟13.6公里。所以你想，10几20秒，顶多100秒，100秒，当它发射出去接近到你的雷达侦测到发现你被锁定了，你开始响的时候，闪避不及，你就有3秒钟到4秒钟的反应，你根本来不及。所以阵风战机就这样被打掉，1架战机打掉2架阵风战机。这个创这个空战史中最大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对于美国跟美国跟法国来说，他们的武器麻烦了。5亿美金就没了。没有，不只是这个，他们的武器麻烦的是因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大陆的战机。那以后怎么卖呢？这种打法，对，他打不赢的啦。以后各国都不买了。所以印度再也不敢出来了。都是无人机，有人战机不敢出来了。哎，刚买的飞机呀。我们的，我们的是老一代的哦，我们是幻影，还有 F-16V。那更危险了。来问一下金老师。所以现在我们呢做一个讲评啊，就是战争的结果哈，谁胜谁负嘛，对不对？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最大的赢家是中国，第二个赢家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输家印度，第二个输家法国，所以最后的战局，我们现在分析战局，真的蛮过瘾的，看得真的蛮痛快的。那最大赢家我们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武器不管是这个空战武器，还是海战武器，还是陆军武器最近几年这个都跟下饺子一样对不对？量这么大，可是它最大一个短板是什么？没有实战的成绩来验证它这些武器是行还是不行。这个光靠嘴巴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实际到战场上去怎么样？去这个试验一下。大陆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太极拳的泰斗叫马保国，哇不得了，连环5连鞭，哇全中国闻名。就人家说来打一打看，他每次都被人家打倒在地上。他这个太极拳大师所以你一定要看实战，你一定要实战。那中国大陆真的所有武器的短板就是都没有实战，因为中国大陆从这个惩越战争以后就没有实际跟别人打过仗。那美国的战争，美国的武器都用过美国武器，美国是每年都几乎常常在打仗对，所以就变成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武器的优越性得到证明。那我跟你说，法国是第二个输家呢，因为法国卖人家2亿5千万美金的这个标风4代半战机就看起来是什么？这个就纸糊的，就抓狗就是说一打的时候呢，2亿5千万一点作用都没有，被5000万的这个战斗机一个飞弹就把它解决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俄乌战争已经开始了1173天，算到今天为止那是不是有机会要停战了呢？现在传出普京有提出跟乌克兰直接来谈判，那时间点呢就会落在5月15号，选在土耳其。其实双方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土耳其就有进行过协议但是后来因为美方介入，好像不了了之嘛，也没有办法这个赶紧和谈就这样拖了1000多天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泽伦斯基也回应说会出现，那他说也希望普丁出现所以这会不会是俄乌开战以来这个普丁跟泽伦斯基要首次碰面了呢？大家都在聚焦那其实呢，泽伦斯基在5月10号的时候也跟像是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尔钦波兰总理他们这些一起坐在一起他们叫做志愿联盟的峰会。那后来这5国领导人呢，就一起呢，就是这样子
开扩音跟这个川普通话，就说啊，如果俄罗斯不接受停火的话，要受到制裁啊。但是克宫就发言人就回应啦，就说制裁啊，我们早就习惯了呀，所以他们好像也不会觉得说你们这样子什么志愿峰会开个会，然后来讲几句话就要停火。但是呢，是不是在这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俄才这个双方领导人才在俄罗斯见了面嘛，那本来在见面之前，川普也有讲说啊，希望俄乌战争中方可以介入，所以会不会是这当中也有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因此使得这个俄乌真的要坐下来谈了。那川普甚至来讲这个解决全球问题比他想象中还困难很多啊。比方说，你看像现在以巴也好啊，或者是印巴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俄乌也好啊，他感觉好像这个挫败感让他与日俱增哦。所以他现在这个什么事情都不是照他想象中来。那另外，川普现在打算是不是这一团乱，我干脆不处理的，我先去中东，要来商讨石油贸易还有一些商业的交易要去访问沙烏地阿拉伯、卡达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也说要来解决这个加萨还有也门的区域性冲突。那最重要其实还是为了钱啦。他说希望能够赢得中东对于美国至少1兆美元的投资那这有办法吗？那他这个强打经济牌的方式好像也没有打算要去以色列还跳过了以色列。人家想说奇怪，你这次并没有拜访以色列到底是什么原因？甚至还有一些外媒在讲说他好像很气纳坦雅胡最近就觉得说好像被纳坦雅胡利用，所以不跟纳坦雅胡谈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局势也挺焦灼的。总之他现在选择要赶快去修补一下这个美国在中东这一边的一个影响力因为现在已经快要真空了，因为几乎已经是被中国大陆给完全给取代掉了。那还有这个卡达也传出一个消息说要送川普波音121亿的豪华波音，说要给他送给他做专机那这个川普当然很开心因为他本来就是想要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专机嘛。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算贿赂呢？白宫跟美国司法部讲说，这架飞机是停工，并非以任何交换具体理由为前提，所以不算是贿赂然后川普还讲说，都免钱的你们还要骂，所以他看起来真的很想要收下这一个飞机因为他本来波音是来不及交货的，至少要等到2027，可是2027距离他卸任就没有多久时间啦。现在卡达送上来，他可能就很开心那所以空军1号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作用呢？它有先进的防护措施，能够抵御核辐射还有冲击波，以及先进的防干扰雷达、反地对空的飞弹系统。那如果这个飞机遭到飞弹袭击的话，飞机会发射红外线诱饵从而使得这个红外线引导飞弹错认目标。所以其实改装空军1号是很花时间的，因此呢川普之前才想要买下飞机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俄乌我觉得不能乐观那基本上他们现在对俄罗斯如果有新一轮的制裁，那除非是针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制裁，或者是针对其他国家跟俄罗斯的贸易做2级制裁。可是我怀疑他做得到啦，因为这里面有中国跟印度都是跟俄罗斯的最大贸易者，还有另外一个叫土耳其土耳其也是北约的国家所以我怀疑他们能够做到啦。印度，你看印度那个样子，就全球海底捞的国家对不对海底捞。那另外就是中东中东川普确实急着要去了。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中东能够投资美国嘛，因为本来沙烏地就说愿意投资1兆美元可是问题是现在是美元几乎是笃定要贬值的情况。那你又要叫我这个时候去大量买美债吗？美股吗？这个诱因何在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天然气希望天然气跟那个原油，就是希望它不要这个减产就希望让油价能够下滑嘛那这2件事明显都对中东国家不利人家为什么要答应这个我不能够减产，那油价就上不来，然后我买美元资产，
巴菲特都在说要下地狱了，我还买美元资产啊。所以你到底能够给对方什么？那难道你是要给对方前所未有的军火吗？那你不认为这样会得罪以色列吗？因为以前都是这样互相卡住嘛。对，不然为什么沙特阿拉伯最后被迫去买中国大陆的导弹，去买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就是因为美国不卖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有点环扣啊。就川普这样预期中东愿意大投资美国，真的蛮怪的啦。因为你看别的国家都没有人要做这种承诺啊，连石破猫都躲成那个样子啊。那你认为阿拉伯人会这么傻吗？所以我就在想，到底你能够给人家什么啊？因为川普的承诺，我认为可信度大概跟拜登差不多了事实上讲了半天也都没有做啊。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啦，就说他去中东，那要给什么？我认为中东要的恐怕就是一些军事上的东西了。因为他们也不会期待我跟以色列关系变好又能怎样？他们担心的是怕被以色列打因为目前他们都是逊尼派的嘛，相对于伊朗的什叶派，那个主要矛盾也被北京给拆解了嘛。所以你说他需要什么？我感觉只有精密的武器了。那他不会想买大陆的吗？这样子。不，他们基本上还是跟美国比较有传统关系。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有迭代，还有各种雷达啦，什么东西都是迭代上来的。那而且你要知道，美军在阿拉伯半岛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啊，你也得罪不起啊。可是我觉得双方要有那个共同的，就是大家都满意的一个交易，真的不容易了。所以要再观察一下，好，来问谢老师。川普去收大礼最后还要将来还要变成他的图书馆的这个财产这个真的，我干公务员干几十年，从来没听说有这种事。我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送给美国这些官员礼物你知道，不管他的国会议员还是官员，尤其你送他一个礼物他当场他没有拒绝你，他助理一回办公室就要打电话问你说，你刚刚那个礼物那个价钱你跟我讲一下多少钱？那你要跟他讲60块美金65块美金，因为以他的阶级来讲，他只能收礼到那个价钱的。他每一个收一个礼，他都要怎么样？他都要申报。超过的对不起就上缴。哪有说你今天做美国总统，你可以把这个飞机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这个人家送给你是因为你是美国总统，人家送给你，不是你今天是川普你如果不是美国总统，你川普是哪一颗葱人家要送你一架飞机，那摆明是送给你这个美国总统的你还可以说你叫他的那个法务部长叫这些法律，他将来先交给什么空军什么国防部，将来等他退休以后再，因为美国总统下来都会成立一个什么基金会，就是他的那个等于说私人小金库，就是搞一个图书馆嘛。然后这个我对美国了解，我们台湾也不行哪一个国家可以这样收礼？而且呢，适不适合收这个礼，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而且他这个直接送给你美国总统，士大夫无私交你以后你这个送你的卡达，你以后每次你要给他援助多一点，是不是？然后卖给他的那个战斗机少卖一点，价钱压一点，对不对？他4亿送给你4亿，他搞不好捞回8亿。对，所以国际间，尤其美国政府这么注重内部纪律，怎么可能到了川普也要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难以想象。所以美国现在不是民主制，美国现在是帝制。美国的总统干脆改名叫皇帝算了，这个真的是无法无天到底了。川普一世。对，可是你看现在他每天在那个签行政命令，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规定是由立法他的这个立法当局立的。行政部门是负责执行的，怎么搞？行政部门的头每天自己在那边写命令，说今天要放假，就明天就放。我们台湾要不要放假，还立法院吵半天呢。对，美国人突然说，川普说他有一天醒来说，
为什么大家都在纪念这个什么2次大战胜利纪念？欧洲也纪念，俄罗斯也纪念，我美国也有打，为什么没有纪念？赶快签一个行政命令，说5月9日我们也放假，我们也要记。美国到底变成什么回事啊？还要这种飞机还敢去谈，还敢公然收礼，然后还在讨论说他下来以后，这个飞机是不是属于川普的？这个国家差不多完蛋了。来，赖老师。美国的国防预算1年8000多亿嘛，那川普的时候把它提升到1万亿一年哦。那你想，如果说美国总统的座机需要汰旧换新，美国的财力一点困难都没有，对啊，换一架飞机没有困难。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川普想的不是我现在美国总统需要这个座机，而且你怎么敢？你的座机由外国人帮你打造送给你，对啊，你不敢做的，因为它里面装了什么窃听器，你怎么知道？谁敢坐这种飞机啊？而且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所以川普想的是，他卸任以后，他要把这个飞机据为己有，这就是公然贿赂、公然收受贿赂品啊！如果川普真的这样做的话，美国这个国家已经沉沦到我们觉得真的是瞧不起了，在全世界最大的贪渎案件竟然还合法啊！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那普丁，我觉得他目前来讲主动出牌了，因为川普已经有很严重的挫折感嘛。他发觉他操纵不了普丁，他想联俄制中，结果呢，普丁跟习近平走得更近了。对。然后他的挫折感，第二个呢，俄乌的战争他解决不了。对。这个以巴的战争他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对内塔尼亚胡是气到恨到不行了。然后你看，他就出卖以色列了。为什么说出卖以色列？他秘密的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啊，就直接就谈好了，说。我不打你，你也不要打我，所以我美国的商船你就不要打了。过去美国为什么会介入红海的问题？他就是要保护以色列嘛，所以美国带了英国去保护以色列，所以介入了他跟胡塞组织的矛盾。现在川普自己就偷偷的、秘密的跟胡塞组织讲好了，胡塞就宣布，那我不打你美国了，我们两边就已经定了相互不打的协议了。然后他说我会打以色列。我会打以色列的商船，那川普不吭一声，这代表什么？代表马上就出卖以色列。哇，这不得了哎！对啊，这个川普出卖以色列的速度这么快，以色列都可以出卖的，你说还有哪个地方可以不用出卖？你即使跟他跪舔，他也随时一脚把你踹开。我觉得想清楚啊，尤其是那些这个美国的话都必须要相信的。美国是我们老爹的这个不能有以美论的那个派系，这个要小心了，不要你到时候就是你把台湾出卖了会对美国遵守，然后完全追随他到底的，就是出卖台湾的人。我觉得未来出卖台湾人就是这种人。好，那我觉得普丁这一次他出牌了，因为他觉得反正你川普也没有什么用了，他直接说我就直接跟你这个。泽连斯基谈，其实刚开始泽连斯基他是不同意的，他跟法国站在一起，马克龙就是说，除非永久停火，